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在上期的视频里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在美国职场打拼6年以来一段非常特殊的日子。我是如何登上一条贼船，由于自己的直言不讳，导致 PIP 留校察看长达半年多，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神经衰弱、掉头发的那一段灰暗的日子。但正是由于那段特殊的时光才让我对财富自由这个概念有所理解，并且实质性的开启了我和小夏对财富自由的追求。那如果还没有看上期视频的朋友们请一定要去补课。这期视频呢，我想分3个部分跟大家聊聊天儿。第一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个人对财富自由的理解。第二，我想划分一下不同种类的收入。第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财富自由的标准，有多少钱就可以退休了。这是一期纯干货视频，欢迎大家反复的查阅。有什么想说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发私信留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成长。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也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咱们立刻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首先，财富自由、提前退休这个概念很容易从字面上理解。既然都财富自由了，是吧？那就可以说明一个人其实可以依靠其他的收入途径来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正常生活开销，而不需要通过一份朝9晚5的工作领一份工资来维系生活，让我们从时间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第二，实现财富自由让我们摆脱了空间的限制。大家要知道那些高薪的工作都在大城市里扎堆儿，不管你是在纽约、北京、上海、伦敦、香港还是旧金山，只有生活在这些大城市才有大公司，从而才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则必须要承担其他相应的代价，比如高房价、高房租、污染的空气、堵车、密集的人群等等，从而降低了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带来了没有必要的压力。第三，财富自由的时间是一直要延续到这个人生命的终结。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到90岁，从40岁就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那他其他途径的收入，或者说他的退休金的本金，就要可以维持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50年不工作的生活开销。大家一听是不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把收入的途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划分为以下3个类别。第一，主动收入，时间等于金钱，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种收入方式。正常工作，升职加薪。如果你是脑力劳动者，则通过自己的时间和学识换取金钱；如果你是体力劳动者呢，则通过自己的体力和时间换取金钱。当然了，如果你是程序员，则需要脑力、体力和时间来换取金钱。第二，半主动收入，买房出租，当个房东，或者有的人去投资了个店铺、酒庄、洗衣房，每年呢有几周那么忙，但是其他的时间都比较爽。有的人炒股、炒外汇或者翻新房屋，通过低买高卖来实现获利，也是一种半主动的收入方式。这种收入不需要每天8小时、9小时的全情投入，有的时候呢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投资人依然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而且对于投什么股票、买什么房子，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对实力和运气的考验。包括现在的新媒体、自媒体 UP 主，其实也是这种半主动收入的一种。从选题、写稿到拍摄、剪辑、上传，这些都需要 UP 主自己干。但当上传之后，后续的广告收入、视频收入，则 UP 主就不需要亲力亲为了。第三种，纯被动收入，这种就是我们的理想收入了，不需要自己的关照，钱就可以自动的打到我们的账户中，每个月等着拿钱就可以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躺赢。你可以全世界旅游，不管是你身在何处，都不会影响你的收入。
财富自由啊，对我来说，它的目的就是把主动收入的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啊，逐渐降低，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来缓慢增加半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当主动收入的比例降到很低的时候，就标志着一个人啊，已经基本达到了财富自由。收入的种类咱们就聊完了，那咱们再来聊一聊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多少钱可以退休？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请出那个著名的4%法则了。1994年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学者 William Bengen 通过分析过去75年的股市数据和退休案例，发现如果一个人从退休金提取的本金不超过4%，之后每年啊，根据通胀率动态调整，就可以实现退休金到死也用不完。这就是著名的4%法则。如果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你每月的开支乘以12个月除以4%，这就是你的目标退休本金。我们举个更实际的例子啊，如果一个单身汉每月的开销是2000，那他乘以12个月除以4%，他的目标退休金就是60万。如果是两口之家，每月的开销是5000乘以12除以4%，他们的目标退休金就是1.5个 million， 也就是150万。如果是4口之家，每月的开销啊是1万乘以12再除以4%，他们的目标退休本金啊就是3个 million， 也就是300万。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啊，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种不可抗拒的事件的发生，比如生病、医疗保险，也许啊要成立家庭、有孩子，还要照顾父母老人等等等等，开销啊一定会根据时间有很大的波动。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4%法则依然是有用的，它可以作为财富自由的一个最低标准来借鉴。说到这里啊，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总结。第一，财富自由并不是说让你马上辞职不工作了，而是说你有了时间和选择上的自由。第二，实现财富自由是个过程，我们逐渐增加被动收入，而降低对主动收入的依赖。第三，如果你心里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特别明确的标准，4%法则是值得借鉴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这3个观点呢？大家心里啊，对于财富自由的标准都是什么样的呢？听说过4%法则的小朋友，觉得这个法则有道理吗？有什么想说的话，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财富自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我认为啊，所有的人通过努力都是可以达到的。在下期的视频里呢，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我和小夏在追求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是什么，有更多的干货和大家来分享，欢迎大家订阅和关注。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